性别教育其实是有明显的城乡差距的，越偏远的地方我们越要去。讲到说，我在我的手机里面看到小孩子跟别人传一些私密照的讯息。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们陈老师。今天特别来宾是 Kid。Hello， 大家好。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老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Kid 呢是同志热线的工作人员。对。你先讲一下你为什么会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来？我是台北大学社工系毕业的，因为社工都要实习。大一的时候听到系上有学姐来热线实习，我就决定以后我一定要来热线实习。也有想过，就是希望可以在热线工作，因为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其实台湾几乎没有什么同志组织啊，或是跟同志有关的助人工作。那到大三的时候就顺利申请来热线实习，就一直待到现在，所以现在10几年了。所以刚开始你是志工的身份进去热线，然后现在你是里面的社工人员。对，好，那你在热线负责的工作已经有很多种嘛，对不对？你可以举例给大家听一下。其实，在热线我做过从就是教育演讲，就是到各个学校去演讲，然后跟陪伴爸爸妈妈的父母工作。然后到咨询电话，就我们从1998年最早的那个服务，然后艾滋筛检啊，做影片等等的，其实都有做过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到学校演讲很重要，因为台湾的很多学校不太敢教两性教育或多元教育的这些方面，所以你们会下乡到每个学校去跟大概年纪多大的人演讲这些事情。其实从我印象中，从国小到大学其实都有。然后以前我同事就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越偏远的地方，我们越要去。对，因为其实说真的，在台湾，性别教育其实是有明显的城乡差距的。像我们以前也几乎定期都会到澎湖的一些比较偏乡，我就到离岛去演讲过。然后就跟国小讲绘本，跟国中谈艾滋防治，跟高中当然就是谈各种公民教育的议题。我很好奇，你要怎么跟小学生讲这个同性恋这件事情？对啊，其实有蛮多绘本可以用的，像我记得有一个是什么当王子喜欢王子的那本书，对，就有蛮多素材。那当然以前比较多都是国外翻译的，然后近年来也台湾有一些自己出的性别绘本。OK， 对。所以可以引导小朋友看这些绘本，来了解两性相爱的事情。对啊，其实就是说故事，让他们可以去了解，跟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情况跟故事，都还蛮有帮助的。你在热线也担任过接电话的服务，对不对？对。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个案想跟我们分享的？有接听比较多，可能是爸爸妈妈的部分，可能大概快10年有了。所以当时，其实我接到一个妈妈的电话，那她其实一开始打，她就很紧张，她说：“我在我的手机里面看到小孩子跟别人传一些私密照的讯息，他会不会是同志？”他其实就很紧张。那我在就是一开始就听他讲话的时候，他其实很焦虑。然后我们大概讲了1个半小时的电话，第1个小时几乎都在哭。你在哭哦？他啦，就是这个妈妈其实都是几乎是各种哭腔，然后说不好意思，再等我一下，她就很难过。然后这么难过？为什么？这个妈妈是多害怕小朋友是同志啊？其实她真正害怕的事情是，她的儿子才国中生，她的想象就是同志就会遇到各种霸凌，然后社会不能接受，甚至可能会被丢石头那种很可怕的情况。这是有可能，如果他的身边的教育不好的那些孩子会，所以他其实很担心说他的孩子很辛苦，没有人陪伴他，而这个妈妈她本身自己又那时候对同志又不了解，虽然他身边有一些同志朋友，可是通常平常大家也不会聊这些话题，所以找你聊。对，那打电话来找我们，他就是觉得有一种终于可以好好问一个至少是一个同志机构的工作人员。我记得我第一通电话，我就陪他讲了在1个半小时快2个小时的电话，那哭了1个小时，后来不哭以后你会讲了什么？其实不哭的时候，我就开始陪他厘清说。那妈妈，你是没办法接受孩子是同志吗？还是说是有其他的原因？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其实是担心他的孩子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可怕的世界，然后他没有准备好，他妈妈自己本身没有准备好，没有办法陪伴这个孩子去面对。妈妈哭的原因主要是她认为带孩子是 gay 会受苦。对，所以妈妈觉得孩子受苦很不甘心，应该说是担心加上不舍。后来我们也邀请这个妈妈可以定期来参加我们的父母聚会，就像我们几乎每个月在台北、台中、高雄市都有这样子的活动。其实同志热线有一个非常坚强的父母团体，就是由
他们孩子是同志的父母组合而成了，他们常常会办一些活动啊，什么演讲啊，会邀请这些父母一起来参加。所以那妈妈后来也参加这样的活动吗？对，她其实后来1年吧，她几乎每个月都会来。哇，对，几乎就很认真的参与。然后我自己蛮感动的是，其实这个妈妈从一开始来都是还有很多的担心害怕，到后面她可以很自在跟我们分享，昨天我又跟我的孩子谈了什么话题，或者是最近我还问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Kate， 不过很好奇是，你刚刚跳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这个妈妈当时打电话来的时候，她只是怀疑她小孩子是同志，你怎么建议说她用什么方法让她孩子知道说妈妈是支持你的，妈妈知道你是同志的身份？我其实第一时间我是鼓励他可以用传简讯，如果他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他就说我如果真的把他抓在旁边，然后问他说你是不是同志，会不会太严肃？对，或者很攻击。然后说那不然我们可以试着用写信的方式，你可以告诉他，其实你很担心，然后你想要知道是不是，以及知道之后你想要陪着他一起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对，然后说妈妈会支持你，无论你是或不是，我都会支持你，都会爱你，就让孩子比较安心一点，然后跟他讲，就创造一个比较安全或是友善的环境，让孩子愿意说，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听说你在那边还碰到说有同志朋友们有约会暴力类似的问题。其实我们蛮常遇到会有朋友打来说，他可能最近约了一个奇怪的人，或是怎么样。我也时常约奇怪的人，这定义是什么？之前遇到的一个状况是，他因为有遇到是有就是使用娱乐性药物的朋友，然后对方约完之后，都会一直不断的情绪勒索他，对，然后就说，你不是说要来找我吗？或者是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联络，你到底是在干嘛？可这也是小两口吵架而已啊。但其实他们没有在一起他就只是可能约会的朋友。对，他情勒到什么地步？就是例如说，他可能今天没有回讯息，他说你到底在干嘛？你是骗我，都没有要真的好好的跟我就是互动等等的。后来其实他想要停止跟这个朋友的联络，可是对方就威胁说，如果你不跟我联络的话，我就要去公开你有用药的事情啊。这很恐怖然后他还说，我知道你在哪里上班，不要就是那个故意避而不见这种的，所以他其实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一部分是他不想，当然这件事情是有一点法律议题，然后另外一部分他也不想要去影响他的工作或是生活等等的。那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你会怎么建议他？其实当下我是先陪伴他，就让他先稳定下，因为他其实当下很紧张，他也很焦虑，说对方会不会真的马上就做。然后他说，因为我今天只有3个小时没有看他讯息，我就很害怕他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当时可以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是就直接说你遇到一个奇怪的人，在网上遇到奇怪的人，然后先跟他的朋友讲这件事，对，先打预防针，或者是说先确保这件事情不会被当成是真的。对，如果有来闹的话，这是闹的。对 ，OK。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很快告诉他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比如说呢？像当时我其实是鼓励他可以去跟像立新基金会的多重歧视中心，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专门服务 LGBTQ 的朋友的一个单位。当下其实想到几个事情，其实用药根本不是重点，其实重点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约会暴力。对，就是像例如说，你可能只是因为跟一个人约了，但是不想要继续联络，对方会有很多的情绪跟不开心，然后威胁要做一些不利于你的事情，那这个当下其实都是跟约会暴力有关的一个状况。所以像同志们碰到生活上的任何的问题，其实欢迎他们都有热线嘛，一直在接线过程中，他们如果单位本身没有这样的资源，他们可以转介你到社会上其他一些相关资源的地方，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碰到问题先打到热线，这些充满了热情又亲切的朋友们可以帮助你们在生活上的一个困难都可以解决。我知道热线除了在接线服务外，还有出版很多书籍，对不对？其实我们从200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然后后来我们也陆续出了好几本跟同志有关生命故事的书，或老年同志啦、艾滋啦等等的书都有。我们有一本书叫《阿嬷的女朋友》，那这本书其实是记录18位55岁以上的女同志的生命故事。就是在台湾，尤其是老年女同志很少被看到，他们可能没像很多 gay bar 可以去，就是几乎没有。当时我们就访谈了18位的女同志，然后记录说他们从可能认同啊、交往，那里面其实有蛮多都是有结婚的，就他们后来都走入婚姻。我身边真的蛮多，我
蛮认识的女同志，就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只要结婚生子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完全没有讲到自己有情欲方面的这个出口，所以他们就进入一般的婚姻生活，然后到了老年才发现说，哦，其实他还是喜欢女生，所以这本书真的可以帮助这样类似像这样的女性朋友们。对啊，然后因为这本书我们出版之后，在台湾当然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跟。回响。后来就是有一个日本的阿嬷，她本身也是就是那种婚姻中的女性，知道这本书之后，她就发现，其实她可能也是女同志。她为了想要读懂我们这本书，她自学中文。我的天，我这也太热情了吧！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她是真的是从完全不会到读了这本书之后，她觉得这本书太重要，应该要在日本也推广。所以她就推动了在日本发行日文版吗？她是先自己翻译。然后去组一个读书会，我的天哪，对，好感人。最后他是找了就是找了日本的出版社，然后我们也谈了授权等等，真的出版的那个日文版。我看全世界其实关于同志的书籍很多，但很多没有出中文版或日文版，像这些如果不懂得外文的人是看不懂的。所以像热线出了跟同志相关的书籍，也帮助到很多的人。那相对的，明显日本对这方面书籍也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几乎是没有。对，所以这些书籍也可以真的帮到很多人。我觉得热线真的是很不错的组织。沈老师建议啦，每年热线在年底会有个晚会，就他们的募款晚会，真的蛮好玩的，里面非常的好笑、好玩、感人、感动。然后大家去参加那个晚会，捐钱给同志热线，让他们继续对社会做这么多的好事。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每个礼拜都有直播，回答你们所有的留言，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现在老师要跟 Kate 玩一个游戏了，快问快答。OK。快问快答，大家想更认识他吗？请他先报一下同志的 IP、6码、身高、体重、年龄、角色、长粗。177、89、36，角色大概0.3、14、3.5吗？这个没有精确量过。好的，请问一下，你最喜欢在床上的体位是什么？面对面那个叫什么？传教士。最喜欢哪一种型的男生？肉壮大叔。你目前为止交过多少个男朋友？3.5。那.5是怎么算的？不到3个月，然后我就莫名其妙被分手了。好了，那真的不太算。好了，希望各位满意今天节目哦。同志朋友们多爱自己一点，不是同志朋友们多爱同志一点，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谢谢观赏，拜拜。比如说学校是性别平等教育，那其实年轻的同学其实对同志的排斥也没有像我们以前那么的多，所以开始慢慢的有点像是抽丝剥茧，陪这个妈妈去想说，那我们还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许 K 你叫许 K 的对不对？可是我不要叫你许 K 的，都可以。所以呢，如果他们然后他们去这些社工，这些亲爱的，这些热心又像。